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底色和多面孔。前天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中国经济到底什么情况？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做中国的生意呢，我就非常的差没办法弄。但是呢，我在朋友圈看我的朋友天天吃喝玩乐，好像过都挺好，是不是我过得不好，大家都过得挺好？他挺担心这个问题。中国人很害怕这个，就全世界都过得挺好，我过得不好，那不行啊。他就问我什么个情况，到底什么个情况？他说现在也看不出来，媒体上的东西也信不过。那怎么说呢？我今天呢，我也是在准备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这朋友的这个电话中国经济其实很难概括因为它涉及的层面非常的宽每个人在这个经济体当中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还挺好，有人觉得过不下去，有些人过得很麻木所以我截取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因为正好今天是周末今天周末呢我们又有一个前瞻但是呢最近我看到的新闻又比较多，所以我可以把这几个层面截取下来，然后综合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中国经济的底色和它的多面孔。在经济体当中有一些部位是很敏感，也比较反映什么呢？反映它的状态。比如说写字楼写字楼是一个，如果你一个经济相对比较活跃、比较强势的话，那么它的写字楼租金会上升，空置率会下降那么反过来租金在下跌，那么空置率在上升，说明经济不好。那现在我看到了几个数据那么高力国际数据2020年的第4季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去年年底北京写字楼租金水平连续8个季度下跌他们都不叫跌的了，就叫滑了，下跌空置率上升到 19.4% 创历史新高。这是北京北京你想一下，北京基本上没有制造业那么基本上是第三产业现在就是写字楼跟商场商铺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写字楼北京写字楼租金连续跌了8个季度8个季度一年是4个季度，那8个季度也就跌了2年，连跌2年连跌2年就是从2019年跌到了2020年那么空置率上升到 19.4%， 全市的空置率 19.4%， 那就是从低到高全部都有空置，也就将近 20%。 那么也就是说10栋写字楼有2栋是空着的是这个概念这是北京、上海。戴德梁行都显示戴德梁行数据显示，第4季度上海写字楼连续9个季度下跌空置率上升到 21.85%， 那么空置率比北京还要高，那么它的下跌的周期比北京还长它连续9个季度，2年零1个季度那么这是上海第一太平戴维斯那么深圳是全中国1线城市里面写字楼的空置率一直是最高的那么深圳写字楼租金连续9个季度下跌这跟这个北京、上海情况一样。那么空置率上升到多少呢？ 27.9%， 上升到多少？ 27%， 大数就 28%那么然后呢，第4季度深圳市写字楼的平均售价 4.79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9.1%
那么深圳我比较熟一点啊，熟一点。那么它的情况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就大概的讲，把深圳的情况，稍微的展开的讲一下啊。2018年，深圳写字楼租金平均每个月是232啊，2018年。那么到了2020年的12月，深圳的租金写字楼跌到了多少呢？192。大家想一下，理论上来说，你租金应该是持续上升，那么它连续跌九个季度，就跌到了多少呢？19.24啊，192.4啊，192.4，跌幅是相当可观。你要知道，全市平均，那可能一些集中的部位跌的就会更厉害啊。那么分区来看，宝安区空置率最高，空置率达到多少？宝安区的空置率达到 49.6%， 也就是说2栋楼有1栋楼空着的，那很可怕啊，很可怕，相当可怕。南山区宝安为什么会空置率那么高？宝安原来就是在深圳原来是工厂区，然后呢，但是呢，它跟市区非常近，所以呢，它就慢慢的在进化成为一个就是二线关系取消，然后它就开始升起来，但是它原来那个底色还在，就是工厂区的那种底色还在，所以实际上很多企业不愿意搬宝安，虽然它地理上比较近，所以它宝安它又盖了很多的写字楼，因为它升级啊，一升级呢，很多就在很多地方原来看的很便宜的地方就赶紧盖，所以它空置率最高50%。南山35%啊，空置率全市排第2。南山是什么？南山就是深圳的科技园在南山啊，科技园里面有什么？有腾讯，有华为，都在这里面啊，就是说深圳的高科技全部都在南山啊，华为不在南山啊，华为不在。这是那么南山的空置率达到35%，意味着什么啊？那么意味着深圳的竞争力是有问题的啊。然后罗湖是 25.6% 啊 ，25.6%，福田是 23%。罗湖是深圳最早开发的区域，也是深圳的老区啊。那么福田区是深圳的 CBD，深圳的金融业集中在福田区，福田区它的空置率都达到了 23%啊。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前海是深圳这些年着力打造的一个这个前海新区啊，新的一个区域啊，那么全是高端啊，就是深圳把前海当做一个地标，做一个高端区域来发展。那么前海的写字楼空置率超过 50%， 目前最高端的写字楼都在前海啊。那么你看一下啊，它有一些像前海世贸中心，只有 40% 的入住啊，也就空置率 60% 啊。那么租金只有180到230，还要看这个楼层跟朝向。卓越前海1号就更便宜，130啊，毛坯可以达到120，那就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啊，没法看了啊。那么第一太平戴维斯说啊，那么深圳今年有130万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交付，未来2021年到2025年，深圳平均每年新增的供应量会超过100万平方米，去年也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也就是说，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还会上升，租金还会下降。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深圳的前景很好啊，大湾区龙头啊，大湾区有龙头，然后社会主义示范区啊，社会主义示范区给大家一个刺激的信号，觉得这个地方大发展，什么会涨？写字楼需求会上升，因为大量的公司会跑到这来开公司
所以很多开发商在干什么呢？很多开发商盖写字楼，所以基于深圳前景的看好，写字楼就不断的在开发。大家知道开发写字楼的周期是要2-3年时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房子都是陆陆续续从2015、2016、2017就开始盖，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前景很好，然后啪，大家一看这时间，我们经常讲2018年是个拐点，你看这是2018年是拐点，经济从2018年就开始往下走，到了2019年对深圳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2019年是什么？中国打 P2P 有两个聚居地，一个是杭州，一个是深圳。杭州的情况我不知道，深圳情况我知道。深圳 P2P 打，深圳的高端写字楼 P2P 他们都拿到了很多的融资啊，这些融资拿到以后呢，他们就租最高端的写字楼，要排场，你有排场别人相信才把钱给你，所以 P2P 租的写字楼都是深圳甲级写字楼，都是很好的位置。这 P2P 爆雷，啪啪啪一爆，这公司全倒闭，深圳的这个甲级写字楼的租金空置率砰嚓就上去了，租金咵嚓就下来，跌到多惨。深圳车公庙 NEO 是深圳的一个地标啊，深圳地标它很高，非常高，2栋啊。NEO 当年跌到了多少？原来 NEO 是280以上租金，那么2019年 NEO 跌到了多少？ NEO 跌到了130、120，是这个级别的下跌。所以你想一下什么情况？然后你可以看，从2018年开始拐弯，然后跌了9个季度，也就是从2019年、2020年跌了2年，整整跌2年，没回去过，一直在往下跌。这是什么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深圳的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2019年碰到了一个 P2P 暴雷，深圳写字楼就一成不起，然后就大量的，你看，在2015、2016开始拿地建房子，然后到了2019年、2020年就开始入市了，100万平方，从2020年开始，每年有100万平方的写字楼入市，所以其实之前有很多人很看好深圳的经济，因为你看好经济，就有很多公司在这里开业，那就会需要写字楼。但是你看这个情况，那你想想看，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就翻盘了，真正的翻盘。深圳是中国创业最好的城市，就是你在北上广深4个城市当中，你要去创业的话，你就去深圳。为什么？环境优良，就是它的环境友好啊，然后它没有什么壁垒啊，深圳的大公司其实不太多啊，大公司都是我们讲的这些大公司通常集中全球这些500强集中在上海，所以深圳的大公司不多，都是小公司慢慢爬起来的，从腾讯开始都是小公司慢慢爬起来的，所以深圳是个很好的创业的城市。但是而且深圳从北上广深4个城市来说，它的经济最活跃，它因为大公司少，你想一下，这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森林啊，如果你全是大树，底下不会有什么的小树长不起来，因为大树把阳光全给挡了。如果没有大树，小树就有空间。深圳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它发展的产业都是现在最前沿的产业，所以深圳的经济非常活跃。那你想一下，今天的深圳，我不说它有多惨，但是你从写字楼你就知道，写字楼的情况其实能够真实的反映经济的活跃程度、经济的状况啊。这是一个新闻。第二个新闻就是恒大，
这是我前2天收到的，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个信息啊。恒大从2021年1月1号开始，凡是认购恒大集团所有项目商铺，只要你1月31号付全款，然后他分10年，把这笔全款每年返还10%，分10年把这钱还给你，就是10年，就你现在一次性给他，然后他帮你办房产证，但是呢10年按照这个每年10%把全款还给你，什么情况？也就是说，他说，假如门店这个门面总价100万，那么购房人一次付100万认购，然后呢，开发商就每分10期每期还10%，也就每期10万1年1期，每年给你10万，把还给你就是等于就是你10年白拿，给他现在就给他。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政策这个政策刺激嘛，非常刺激，反映什么？反映恒大真的很缺钱恒大，我认识的恒大从来就很缺钱一直就缺钱。他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他一直很缺钱。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规模，他不断的把规模做大，但是他资金没那么多，所以他非常缺钱。那么最近中国政府做2件事第一件事情，把包括恒大在内的12个中国最大的开发商找来开个会，给你3道杠3道杠，要求你控制你的融资水平。对所有的开发商来说，这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对恒大来说，痛苦乘以10，比所有人的痛苦乘以10因为他更缺钱。然后呢，人民银行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把所有银行找过来开个会。那我现在呢制定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什么呢？根据你们不同的资质条件属性，制定一个什么？给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规定，就是说你房地产贷款的这个占你整个贷款的比例，给你设定好，你自己爱贷给谁贷给谁，但是呢，你的比例每个人不同总共分6档那么这个一出来之后，资金怎么样？往房地产的资金就掐住了这头呢把开发商的资金掐住，两头一掐，全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就会遇到什么情况？遇到一个资金慢慢的减少的情况，慢慢的会减少往房地产市场流的钱，包括买房的钱会减少，因为贷款会控制，然后给开发商盖房子的钱也会减少，两边同时减少。这是什么？这就是撒气儿，给房地产这个泡沫开始慢慢的撒气儿，就这个意思。那么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开发商，因为中国所有的开发商钱都不够，多有钱的开发商账上都不会超过100万。为什么？他们都把钱拿来做生意了，永远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一个开发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最重要的一个岗位是什么？就是管资金的副总，他们都会配备一个管资金的副总，就他要去拉资金找钱，把钱找来，这个岗位非常的重要。对开发商来说，这个岗位比拿地还重要这是一个然后这是一个川普政府不是从去年开始对中国企业或者中港的这个官员进行制裁措施，中国人就开始抛售在美国的房产，避免他们被冻结。然后呢，中国经济又开始走下坡路，然后中国投资者到美国买房的这个数量减少。截止2020年11月，去年11月，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国房产下降到了120亿美元是8年来的新低
那么在2018年是最高，达到多少？达到300亿美元，就中国的投资者买美国的房产啊，大家知道一下啊。抛售的房产到2020年的11月，中国投资者在美国抛售的房产274亿美元啊，这个可以大家参考一下这数字啊。然后就是货币政策。最近易纲很低调，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很低调，就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啊。高调的是谁呢？高调是郭树清啊，郭树清啊。那么易纲少出来，那么最近易纲出来讲什么呢？讲货币政策啊。货币政策他这么说啊，我跟大家念一下，然后我再稍微的评价一下啊。内容不太多啊。他易纲说，新的一年货币政策稳字当头，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他说，稳定币值、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是人民银行的四项重大任务。那么以稳定币值作为首要目标，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那么总量上就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什么意思？流动性是什么？流动性就是钱啊，保持流动性就是保持市场上的资金充裕啊，就这个意思啊。结构上要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的作用，就是中国这些官员还是觉得他比市场厉害，所以他可以精准的滴灌，就是我想把钱放到哪个地方就能放到哪个地方，他们还是不相信市场啊，觉得他们比市场更聪明啊。在结构改革上要深化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大概就是一番这样的话。那么货币政策，一是要支持经济增长，二是要防范金融风险，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宏观上稳住宏观杠杆率啊，那么在微观上要稳妥的处置个体机构风险和重点领域风险，大概就是这些啊，没有特别的东西。这里面有2点，我的分析啊，我的感受啊。第一点，今年人民银行重点的问题还是在人民币汇率上啊，人民银行的重点工作应该是在汇率上。为什么？今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波动啊，上上下下会波动的很厉害，因为整个全球的状态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啊，从疫情到地缘政治啊，到经济整个的恢复的状况，完全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突然又疫情又上来了啊，疫情上来，中国的做法就是直接闷住，一闷住，你整个经济不就停顿了吗？一封城上来就封城啊，上来就封城，是你想一下，你一会儿这里封个城，那里封个城，经济是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的啊。所以中国经济也好，世界经济也好，今年是处于一个动荡的状态啊。我看了一下昨天的数据，昨天美国的确诊达到30万，最高峰美国啊。美国的昨天确诊数单一确诊的人数一天30万，30万非常可怕。所以美国真的需要加快这个疫苗的进展。疫苗现在我觉得非常的不满意，我对美国这个打疫苗的这个进展啊，这是一个啊。所以我认为人民银行的今年的重点工作，第一个就是汇率不能出问题，汇率出问题那是全局性的问题，那不可收拾啊，所以汇率是一个重点。易纲的第一个任务就稳住人民币啊，虽然你可以看人民币涨得很厉害，但是大家小心
啊，要小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口，出口我后面讲啊，这里其实有数据啊，海关数据前11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以人民币计算增长 1.8%， 以美元计算增长 0.6%， 实现了正增长啊。出口其实是第3、4季度回升。那么商务部长王文涛啊，他就讲了要稳外贸，稳外贸有一些3个计划，什么优进优出啊，什么这些，反正这个计划我们就不读了。然后就其实商务部他自己分析啊，怎么分析？说去年2020年中国出口，主要增长的比较快，主要原因什么呢？源于3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国外需求的缺口，就是很多国家它没有恢复啊，疫情很严重，它原来是出口做衣服的，做服装的，服装厂没开工怎么办？订单跑到哪去？跑到中国。我做五金的，我本来是供应这个欧洲某个国家，结果没开工，订单跑到中国，所以国外的这个需求的缺口跑到中国去，是中国第4季度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原因会随着疫情的慢慢的过去，这个原因会消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宅经济，大家封在家里不能出门呢，它会有很多的在家里待着的需求。那么对全世界来说，宅经济最发达是哪个国家？一定是中国啊！中国的互联网就电子商务是在全世界是最发达的，所以中国在宅经济这个领域呢，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所以这一块也是帮助中国出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防疫物资的出口啊，主要是口罩跟手套啊，这三块呢，第一块跟第三块，那么我觉得随着疫情的这个逐渐的平复，那么第一块跟第二块、第三块就会消失。那么宅经济还是有优势，但是也会减弱。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在下半年会出现一些变化。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汇率，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出口。因为从现在的中国经济的情况来看，出口是唯一它的亮点，其他就完全没有。我都说深圳都这个样子，其他城市那就更不要说了啊。这是一块啊，所以中国经济2点，一个我觉得今年重点，一个是汇率，一个是出口。内部需求，内部的这个文章就没什么好做的了啊。然后就是我今天最新看到几个数字，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通常讲消费能力，消费能力的指标是什么？消费能力指标是人均收入不算数啊，人均收入不算数，其实要看2个数据，一个数据叫收入中位数，那么还有一个数据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真正的反映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地区它的消费能力，因为你可支配的收入你才能去花的。那我现在拿到一个数据啊，一个表，这个表呢就是各个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啊。那么全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年是多少呢？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块，可支配就能花的钱，全国这是2019年的数字啊
3万块30732.8，大数31000吧，31000不到一点。可是呢，这个人均收入在超过3万块的人均收入有哪些城市呢？哪些省市呢？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浙江第三，天津第四，江苏第五，广东第六。广东其实是很低的啊。然后是福建、辽宁、山东，辽宁还在山东前面啊。那么这个是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也就是说，中国有9个省市人均收入，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水平以上啊，也就是说3万块钱以上，3万1，山东是3万1啊。那么排第一是哪个地方呢？是上海，上海是第一，上海是6万9啊。你看哈，6万9，它比谁呢？它基本上能够达到福建的1倍。福建排第几？排第7。福建是第7位，上海是第1位。上海第1位比这个第7位将近有1倍的水平。那么最低是谁呢？最低是甘肃，甘肃是1万9，甘肃西藏是1万9，也就是说将近3倍多啊，就是说上海比甘肃西藏多3倍多。那么比如像贵州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广西，这一票上来数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在2万左右，2万附近。到广西也只有2万3，广西、山西、河南都是2万3，都这个水平。你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我们经常看到的场景是什么？上海外滩，要么就是什么北京长安街。那你可以看北京跟上海，北京是6万7，上海是6万9，然后第三名是谁？第三名是浙江，啪，直接掉到了4万9，连5万都没到。所以你可以看哈，中国的这个财富收入差距巨大，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的大。我们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其实我们经常看到北上广深这几个城市，这些城市它呈现出来的面貌不能代表中国。你可以看中国有所以我们之前判断是对的。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广袤的贫困的内陆地区啊，他们的收入真的非常的低。内蒙古已经是很厉害的了，内蒙古是3万了啊，内蒙古是因为有煤炭，有畜牧业其实是很挣钱啊。然后就是重庆、湖北2万8，就稀里哗啦就往下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经常讲中国有庞大的市场，是基于人口数据，但是你把它一平均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庞大的市场其实是个假象，是个非常虚的数字。它只能在中国在局部的城市，它呈现出来的后工业化，这个呈现出来的现代化，所以它钱都堆在这地方，其他城市那还是差很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通过这几条新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有它的亮点，出口是今年的亮点啊。我在推特上有网友告诉我，他说你不对，我是做出口的，我们这里产的一塌糊涂。我是出口哪里？他是出口南美啊，出口南美可能会比较惨一点啊。所以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部位，它呈现出来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形式向大家报告啊，中国的底色和它的多面体，好吗？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又没时间讲下周前瞻了，我们希望下次可以把时间更集中一点。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吧，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高论啊？那么我们之前的几期节目啊，那么关于美国大选，包括美国政局的这个节目啊，那么受到了非常多的攻击啊。那么我这个叫怎么说呢？就是，但是我还会继续做啊。如果有新闻，我会继续报道。请大家继续支持我，谢谢啊。基反谢谢明谢Song Togen 谢谢啊。观点同意王先生的观点，北上广深4个城市，4个一线城市中，深圳确实是创业者的最好的城市，包容、开放、友好，无论高端还是低端人才，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我和我老公的第一桶金就是在深圳获得的。观点追随王先生节目1年多，七七不落。王先生讲中国政治和经济非常专业，赞，谢谢。情况坐标南方3线城市，上下班路上沿街铺面，感觉倒了1/3。关门的行业集中在服装、五金、中高端餐饮。OK，观点深圳的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共产党没有1毛钱关系，这是自由市场和创新产业的结果。几年前去深圳，完全可以自由的上谷歌、脸书、推特和各种外网。如果深圳没有能力办法和外界沟通，那么结果必然是被闷死。现在很多国人觉得可以失去一点自己的言论自由和权利，可以换来利益，可是从来没有想到无监管和制约的权利只会给所有的国人带来灾难。这一点我觉得这点说得很对。中国人经常觉得，哎呀，我只要保住我的大部分东西啊，你拿走一点没关系。大家记住，当你哪怕是一支笔，他可以随便拿走，他想拿走就拿走的话，其实意味着你所有的东西都不安全，是吗？情况，上海写字楼空置率其实不低啊。确实不低。我有朋友是在上海做金融的，他们公司从陆家嘴搬到非市中心了，因为业绩不好，减成本。还说不管市中心的写字楼还是外环的写字楼，基本上都有很多层是空的，还有的公司楼搬过去半年就垮了。上海其实空置率也很高啊。我看了一个中央台的关于空置率的情况，像北外滩那个地方空置率都达到40%，所以也是空置率非常高情况，坐标天津，35岁网络工程师失业，以前在一线大厂工作，现在怎么也找不到工作。情况，中国2020年上半年产生的居民负债是美国加日本加欧盟总和的2倍左右，这就是中共吹嘘的精准滴灌，全部都灌到个别城市的房地产。但是除了这些个别城市，中国房价是普遍下跌的。那我们上期讲的那个节目讲了一个关于这个就是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开始控制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资金流向的，就是叫集中度的管理规定。我们那条新闻其实讲的是这个。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泡沫现在政府开始在想办法消这个泡沫我认为长期看房价是会慢慢的往下走，这是我的看法。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下面就来了无数的人跑的来讲，说上海的房价在涨。其实我的节目里面没怎么讲可能中间有一句半句吧那么这无数的我想至少有30-50条就是讲房价在涨
上海房价在涨。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影响力，但没有那么大影响力。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跑得来讲？我觉得中间是有猫腻的。这个猫腻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中间肯定有事。这件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啊，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大家也考虑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观点：台湾高经济成长是依靠对大陆的出口，因为今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创新高，但我认可政府说的是大陆依赖台湾更多，因为2019年中国出口前百强企业42%有台商台厂贡献，陆资仅占36%啊。台湾芯片不给大陆，大陆就出事了。未来台厂撤离中国，中国出口明显衰弱，台湾对大陆出口就没了。台港对大陆非常重要，但大陆人被洗脑到觉得港台西方都是屁。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很多的台湾的企业，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就是在大陆的台厂，它很多的关键的原材料来自于台湾，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有一些关键部件从台湾运到大陆，就等于是台湾出口大陆，然后呢，台厂做成完成产品之后再出口，就变成了中国的出口数据，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你想一下，台湾要出口大陆能出口些什么？除了零部件以外，你难道还出口一条毛巾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要知道，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个上下游的关系，就是台湾的产业链是大陆台厂的上游，所以实际上是大陆对台湾的依赖，而不是台湾对大陆的依赖，理解吗？如果那个产业链一断，大陆这边的出口就没有了啊，或者是如果这些台厂从中国大陆搬到东南亚去，那么这些这是对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就会转移到比如说越南对泰国的出口，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所以依赖关系是反着的啊。情况以西安为例，第一，城市光鲜亮丽，大唐不夜城，网红打卡地，周围的建筑和房价让人惊叹，老百姓感觉自豪的不行。但是西安城区大部分人的收入很低，开车1个小时后到周边的农村，一进屋感觉一贫如洗，足以说明平均收入绑架了老百姓的真实收入。第二，软实力太差，美国一个残疾人可以自己出门去任何公共场合，毫无阻碍，北上广深残疾人连门都出不去啊。观点：现在中国就是繁荣在媒体上，资源集中在一线城市闹市区，其他的地方一片破败样啊。至少没那么光鲜嘛啊。情况坐标北京，想装修房出租不好找施工队和购买建材，城市很多人都被清空了啊，就低端人口啊，城市北京的低端人口全赶走了，你谁来帮你做装修呢啊？这装修都属于低端人口了啊，大学教授才是高端人口。观点：中国基本不存在真的双休和8小时工作制。最近拼多多又爆出超级大小周，一周无休，下周休息1天啊，这没人告嘛？啊，怎么没人告呢？这个劳动局执法大队怎么不执法呢？啊，情况：我开餐厅的时候，店里的员工每天工作10小时，1个月休息2天，工资在2800到3500之间。合法合规的企业，北上广深注册的会好些，小地方的法制无从谈起，只会更恶劣。这还不算加班，有的餐饮店的休假是用通班来换的，
上14个小时之后，你可以休1天啊。哦，这样子休。1个月休2天。情况确实如此。我家工厂就是在台湾生产零组件，再转运到厦门组装生产。不过自从去年开始，慢慢的将产线移回台湾，改用全自动生产线作业，那是挣到钱了。然后台湾的这个景气度回升，然后就很多产业链会往回跑，那很多东西就会改变啊，很多形态会发生改变啊。观点，我问过台商的爸爸，他的回答是，大陆的原物料假冒伪劣太多，根本不想拿自己的商誉赌，所以重点原物料会买台企或者是台商的啊。情况，最近 YouTube 上面看到大批粉红帮6亿人收入1000元的事情在洗地，看来这件事情让中共真的很痛啊，非常正确。因为这件事情一捅破，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非常脆弱。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气球里面装上水啊，看得很又厚实又重啊，但是它经不起什么？经不起一根针，一扎啪就破了。中国的这些谎言就是一扎，这个6亿人1000块的这个就像一根小针，一扎爆了，全爆了，就是这个情况啊。洗不了地，这个已经深入人心了，还怎么洗地啊？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开两会啊。情况，刚才王老师提到，很多人在评论区说上海房价在涨，我来说说我了解的情况。目前国内的自媒体有不少新闻提到上海房价上涨，还列出上海房价涨幅最大的板块名单。我本人在上海郊区有套住房，从业主微信区反映的信息来看，房价确实有上涨的情况。我觉得上海可能是近期中国房价有所上涨的个别城市，不代表中国其他城市房价也在涨价。房价涨不是问题啊，房价上涨不是问题啊。我觉得城市房价有涨有跌都是正常，只是说为什么我们一提到这个点，那么多人跑得来讲这件事情有蹊跷啊，蹊跷。那么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是这样的，他比如说我有套房，那只要你稍微碰到了讲房价可能跌的，他就会上去主动的自干五，这是主动的去否认它啊。这个我理解，但是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所以中间是有问题啊。观点，上海的房价确实在涨，过去2个月涨了20%都不止，而且成交很活跃。我的先生回国想卖一套，看涨得这么凶，都舍不得卖了啊。OK， 上海房价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呢？你看写字楼在跌，经济又不好。我没看上海房价，我真没看啊。观点，现在国内房价就是整体在跌，北上广纸面数据在涨，实际上有价无市，很难出手啊。上海我不知道，深圳我知道，真正的房价，你看的房价挂出去，我估计1年卖不掉啊。北京差不多也这样啊。上海涨，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观点，上海老一辈人确实很多是老粉红，歧视外地人不遗余力，觉得只要自己在上海出生过得好啊，哪管别处洪水滔天。作为一个出生在上海的人，这一点让我很不耻。好在我父母还有良知，早就逃出了那个魔都。OK， 提问，中国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只有这一小部分人有强劲的消费力，是怎么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不是靠消费。我一直讲，中国经济增长不是靠消费，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如果中国出口出状况的话，中国经济就没有动力。
然后另外一头是什么？靠什么？另外一头是靠投资、出口、投资。那么你现在如果你想要靠消费来增长，那你中国老百姓得有钱，那么才会有足够的消费力去推动经济增长啊。我还是那句话，我认为啊，中国的这个财富地理上集中在北上广深4个城市啊，这是地理上啊。那么从族群上集中在金字塔的顶端，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所以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啊。那么特别是中低端，特别是低端人群，有广大的低端人群，他们的收入非常的微薄，而且他们的声音不被听到。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叫幸存者偏差啊。幸存者偏差是我们包括我本人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差不多也是中端左右的，中端或者是高一点的这样的消费水平，所以我们看就像我的朋友一样，他的朋友圈不都是这些人吗？他觉得打开朋友圈一看，我这生意这么惨，他们过得挺好，是不是我是过得最不好的一个？他会这么觉得。观点，谢谢王健先生客观的评价和分析，您是油管不多见的良心中文媒体，谢谢啊，谢谢肯定啊。情况，现在中国有明显的发展不均匀和贫富差异拉大的现象，有资源的过得非常好，但是非常多的人很惨。2020年我所认识的富人通过股市至少把流动资产翻了70%到1倍。同样，这批人当年的实业公司一败涂地。我所见到的2020年在中国的成功，不是所谓的经营理念优越性或者辛苦劳动带来的，基本上都是资本和杠杆。没有资本、没有杠杆的人，能保本就不错了。OK， 我同意啊。提问：可支配收入差距那么大，网络却容许各地人民看到全国各地，尤其是上海、北京的消费方式，会不会造成其他地区人民攀比心理，因而焦虑？我最近在一个设计软件上看到上百万的彩礼数额，震惊不已。今天听到老师说差异巨大的可支配收入，不免想到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是不是造成其他地区产生了不实际的预期？那现在是这个情况啊。第一个，很多人一看到全国平均收入啊，就觉得我自己拉了后腿。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这现象很普遍啊，就是很多人一看，哟，现在原来现在北京收入已经一个月平均6万了，我拉后腿了。很多人是这种感觉啊。现在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想攀比，他得攀得上才行啊。你说他吃一顿饭1000块钱，那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他一个月收入就1000块钱，那一顿饭吃1000块钱，我怎么攀比？攀比不了啊，条件不允许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大的差异会造成什么？这种大的差异会造成人口的流动，就是慢慢的有些人会往大城市集中，这就是我之前讲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记住啊，3线城市最危险，3线城市，4线以下的城市反而没那么危险，因为那些人他本身他移动的可能性不大，移动可能性最大的是3线城市，3线或者4线城市，再往下影响不太大啊，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移动的条件啊，包括学历啊，包括职业啊，包括他本身对自己的评价啊，所以他移动的可能性不大。但是3线城市、4线城市，它产生的影响就很大。2线城市，它也是中心城市，所以它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啊。观点，我认为上海房价在涨的情况，应该是其他地区的资金往上海跑。如果制造业出口越来越糟，像浙江、广东这些地方的资金往上海跑，
因为就算国内情况糟糕到一定的程度，上海还是可以待的。什么情况？上海还是可以待的是什么情况？情况糟糕是什么？情况糟糕就是挣不挣到钱，理解吗？我们在一个地方都能待，任何一个城市都能待，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在这个城市能找到饭碗。如果你在这个城市找不到饭碗，你就没法待。那比如说，如果上海它很容易找到工作，那很多人就会往上海跑，那资金就会往上海跑。那如果相对其他城市来说，上海的岗位更多，那它房价会涨。所以我们经常讲，为什么北上广深吸引力最大？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岗位多，岗位多，那么大家往这个城市跑，那么它需要有各种的需要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情况，上海房价上涨是因为当地政府开放了落户政策，只要有学位又有一个劳动合同就可以落户当地。哦，是吗？有学位是什么意思啊？是有学历吧？是不是？只要有学历，然后又有一个劳动合同，就可以跟当地落户啊。哦，原来是这样，落地要买房，落户要买房子啊，那就是上海要往上赶了。上海，之前全国各地都在抢人，比如说有个典型的城市是谁？西安，刚才网友说的，西安是个典型的抢人大户。西安抢人抢了3年，房价就涨上去了啊！所以上海如果开始这个政策，上海发现不行，因为上海现在情况是什么？上海是中国各个城市当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但是上海又是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特大型城市，北上广深它排第一啊，所以上海其实是一直在控制着人口，就说人口不能太，就是这个城市规模不能太大。但是我估计上海憋了几年，发现不行，我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完蛋了，所以他可能就开始开放这个落户的这个，开始吸引人才往里面跑，这可能有可能啊，可能是这个情况，我没看到这个事情啊，那我分析可能是这个情况，就上海市开始明白了，我也得抢人了，你其实抢人抢的最凶的是哪里？深圳。深圳是个移民城市，他一直在抢人，他最早抢人，深圳啊。情况几年前我还在威海生活，当时华润、恒大在威海开盘售楼，身边有很多好友都去买房，他们之前都是有好几套房，他们都是官二代，已经退休多年的法院领导、司法系统的领导、银行领导家属，轻松的去抢着买，普通老百姓是买不到。OK。情况，上海最近只要考到同济跟复旦就可以申请上海户籍。另外讲一句，我听过上海的落户跟移民差不多，真的觉得落户政策是坨屎啊！同济复旦才可以，那能有多少人啊？这不公平吧？那上海大学不管吗？OK， 观点，前几年陆厂电子业相比台厂电子业有成本优势，就是用二手的零组件降低成本。台厂实实在在的做产品，但是因为前几年西方厂商默许大陆用二手零件的行为，台厂真的被陆厂的成本打得很辛苦。观点，做供应链这2年，发现珠三角特别是广东的制造商，特别是同时做外贸的素质较高，长三角很多供应商素质就差很多，其他地方的供应商真的没办法保证，基本近半数供应商东西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做的不是高科技，看似没有太多技术门槛的东西，问题真的很多。国内并不是只有芯片做不好，这样的商誉做产品真的很头痛啊。OK， 观点，正是这种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加上政治上的低人权、低福利，财富容易过度集中到社会上层，同时导致整个社会消费不足，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同意，非常同意。情况，上海、海南
都实行引进人才计划来刺激房地产。情绪，听王先生的讲解真的是一种享受，支持王先生做更好的节目，谢谢啊。情绪，王老师说的对，北京和上海不能代表全国。我问上海生活的老爸家里有没有停电的烦恼，那个老粉红说你放心，全中国就是其他地方停电，上海也不会停电的。他的意思是上海是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这个自以为有地域优势的老粉红，好吧。情况，王先生，我朋友退休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每天都在家看你的节目，好吧，谢谢。情况，我面试的研究生说，只要海外相对正规的研究生回上海以后拿9000加的工资，公司上社保，注册资金1000万以上，连续8个工作月就能够拿到上海户口。OK， 那上海是有政策了啊，我回头查一下，看看上海的政策到底是什么，好吧？情况，1月7号，香港北上资金达到罕见的净流入200亿，但是当天3大指数都下跌了，一时我摸不着头脑。按说北上资金都是进入二级市场，但是国内的市场反应完全相反。请问王老师，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资金南下北上的资金跟二级市场可能有些有关联，有些没关联为什么？大家知道现在香港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走资很厉害，钱在往外跑得非常的凶就我有银行的朋友跟我讲，他说现在这块情况是他做这个行业以来最严重的时期，就是钱往外跑，到处跑，他不是跑一个地方，到处跑，就是香港人在往外跑，所以他的钱就跑。那么南下的资金也好，北上的资金也好，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也就是说，北京要去支援香港，香港现在成为北京的一个负担了，是这个问题。我分析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说北上资金一口气跑上了200亿，200亿资金股市还在下跌，这情况很奇怪。可能这个钱真没进二线市场，可能这笔钱就不是和这条线没有关系你想一下，我估计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我也不确切，我只是猜测情况，我是河北电网10年的临时工，昨天报名支援石家庄。作为一个最底层觉醒的党员，我比普通人有更多的理由痛恨这个虚伪的政权，它完全不是我当初加入时候描绘的样子。很可惜，我无法下船，只能忍耐。但我愿意为困境的中国人做点什么，只为自己的良心。你看我的网友多好。好，明谢米卡卡，谢谢 G Wang， 谢谢 John Snow， 谢谢 Helen 张，谢谢。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